许多事情仍然超出人类理解之外，某些事件无法用科学或逻辑来解释，开始激发每个人的恐惧。这就是神话和传说产生的方式。这在小村庄中尤为真实，那里的谣言传播得非常迅速，人们往往夸大事实以增加娱乐性。今天我们要告诉你的故事非常惊人和不寻常，它讲述了人类的恐惧如何改变现实。这个故事发生在远东的一个偏远村庄，位于虎林的边缘地带。一个寒冷的1月早晨，一位当地居民走出家门检查周围环境，但当他看到刚刚降落的雪地上出现了巨大的狼脚印时，他感到吓呆了。这些脚印直接从森林中而来，沿着道路蜿蜒前行，然后来到了邻居家。出于恐惧，这个人跑回家，拿起枪，打电话叫来了一位朋友，他们一起跟踪这些脚印，希望找到侵入者并射杀他们。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2只狼的脚印进入了同一个当地居民的院子，却没有再出来。这是否意味着狼还在里面？这2名猎人准备好了枪，敲响了大门。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走了出来，他听了听邻居的话，然后说他没有见到任何狼。感到惊讶的猎人们返回家，但他们仍然担心。几天过去了，大雪纷飞，现在整个村庄都覆盖着新鲜的雪。早上走出家门的时候，同一个人再次看到新鲜的狼脚印，这些脚印蜿蜒穿越整个村庄，再次通向同一个住着一对老夫妇的房子。他们再次否认有狼的存在，并且不知道这些脚印是从哪里来的。村庄陷入了恐慌，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些脚印是从哪里来的，以及这些不可见的狼是什么，他们为何来到村庄并且不离开。人们开始相互讲述这个故事，每次都加入自己的细节，甚至有人坦白承认他看到了2只狼人在夜间漫游村庄。人们害怕离开家，孩子们不被允许去上学或在外面玩耍。男人们组织了巡逻队，每晚都出去，希望抓住这些前所未见的扰乱和平的动物。当没有发现任何动物时，这些男人意识到他们的巡逻可能会吓跑这些动物，于是决定分散隐藏在村庄的不同地方。经过几个晚上的等待，一切终于揭晓。在伏击中，其中1名男子突然看到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东西从森林的一侧进入了村庄，2个巨大的身影，显然是2只巨大的狼。他们缓慢地沿着他们常走的路线蜿蜒穿过院子，来到了一对老夫妇的房子，然后消失在他们的大门后面。一直在观察他们的男人走到篱笆前，往里看。他们所见之物使他们不禁停下来，感到困惑。这所房子的主人打开了门，让这2只巨大的狼进了屋子，然后看了看，好像想确保没有人看到他们，然后关上了门。猎人们开始砰砰地敲门，大声呼喊让他立刻出来，并向他解释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隐藏这2只狼，老夫妇向男人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。原来2年前，他们在森林里散步时发现了一只被偷猎者杀死的母狼的尸体，尸体旁边躺着2只幼狼。起初，这对夫妇以为这2只幼狼也已经死了，但突然他们发出了微不可察的声音。他们捡起这2只幼狼，意识到他们还活着，于是决定把他们带回家。他们无法告诉村里任何人，因为这违反了规定。通常情况下，狼会被杀死，因为它们对当地居民和牲畜构成威胁。因此，他们暗中喂养了房子里的狼幼崽，然后将它们带回了森林。但与他们的期望相反，狼并不想离开他们的救助者，经常在夜晚潜伏下来到他们的房子里。在那里，他们玩耍并躲藏，
一直到清晨才返回森林。老夫妇尽力保守他们的秘密，明白与人见面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尽管他们害怕，但当地居民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，他们同意不杀死这些温顺的狼，而是让他们安然返回森林。毕竟，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，甚至赶走了其他的狼，使村庄更加安宁。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那么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动物能够说话，那将为我们人类节省许多麻烦，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拥有预知的真正天赋。有许多关于动物如何能够防止可怕灾难的令人惊奇的故事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有许多情况下，人们无法识别他们宠物的苦恼信号，只是忽略了他们那些四条腿的朋友努力试图告诉他们的事情。可惜，我们尚未学会充分信任我们的宠物。也许生活中的许多错误本可以避免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斯瓦尔巴特冰原，它位于北极和挪威之间，那里的气候极其恶劣，只有坚强的人能够适应艰难的生活条件。那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矿山工作，薪水很高，所以许多东欧人以合同形式前往那里，在这种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中度过长时间。只有雪橇才能到达那里，因为周围都是难以穿越的积雪，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克服这片崎岖的地形。当地人善于驾驶雪橇，对他们来说，去工作并不困难。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签署了一份为期1年的矿山工作合同，现在他正在驾驶雪橇前往工作地点。数英里内没有人烟，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冰山和雪山上。这名男子驾驶得相当快，并享受着周围风景。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小的移动物体上，于是减速下来，竭力望远，试图看清躲在雪中的是谁。他驾驶着车逐渐靠近，他看到一只小白熊幼崽，由于引擎声音吓到，正在试图逃跑。这名男子小心翼翼地四处查看，因为附近应该有一只母熊，但他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。矿工为这只幼崽感到遗憾，因为将它留在那里意味着注定让它面临死亡。他关闭了引擎，缓慢下车，走进那只冻得发抖的小熊幼崽。这只幼崽已经没有力气逃跑了，现在它无助地坐在那里，直视这名男子。男子小心翼翼地将它抱起来，将它贴近自己。他们一起走到了村庄，并进入了温暖的房子。他用炼乳和面包喂养了这只小熊幼崽，然后他吃饱后甜蜜地在火炉旁入睡。这名男子认为熊幼崽在醒来后会想离开，但他决定留在他的救命恩人身边。这只小熊很快在其他工人中间变得非常受欢迎。那里的娱乐不多，所以观看小熊是一种真正的享受。下班后，男人们会前来拜访，带来各种吃的，和小熊玩了很长时间。但他真正忠诚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拯救了他免受饥饿和寒冷的人。有一天早晨，这名男子准备去工作，但这只北极熊的行为与往常不同。他跳到主人的脚下，咬着他的裤子，试图阻止他离开房子。这名男子认为他只是想要更多的关注，所以多待了一会，摸摸他，但熊却不让他走，凝视着他的眼睛，仿佛试图传达什么信息。但那天，这名男子已经迟到了，于是他承诺稍后会花更多时间陪伴他，然后离开了房子。他无法兑现这个承诺，因为在矿山工作的那一天，矿山坍塌，这名矿工被困在里面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熊幼崽在他的房间里哀嚎和咆哮，然后突然冲出去，
仿佛感觉到主人需要它的帮助。它飞奔到矿山，再也没有人见到这只小白熊幼崽。村里的所有人都为失去他们的朋友和同事而感到悲痛。只有一段时间后，他们才记起这只小熊幼崽，它在主人去世的那一天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回到村庄。从那以后，已经过去了几年，极地熊幼崽和它的主人的故事一直在工人之间传颂。他们经常回忆那些快乐的时光。有一天，当他们走出家门，他们看到地平线上有一只巨大的北极熊，它站在远处注视着这些人。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他们已故同事庇护的同一只熊，或者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北极熊。然而，这个故事的主旨不变。有时候，我们应该倾听我们宠物的直觉。如果他们的行为异常，他们可能试图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停下来，试着明白他们究竟想要什么。你有没有见过动物表现出同理心？这头奶牛曾陷入危险，但一只羊却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它，原因真的很令人惊讶。迭戈和他的祖父母以及父亲一起生活在一个农场上，他喜欢农场的生活，甚至喜欢做大部分的杂物。但有一件事比任何事情都让他更喜欢，那就是照顾那些农场里的动物。农场上有好几种动物，他爱不释手。有趣的是，这些动物似乎也都很喜欢他。祖父说这是他的超能力，就像他在和动物交流，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与它们建立联系。鸡群会走出鸡舍，在草地上寻找美味的蚯蚓。它们会在房子周围自由活动，随心所欲。但天黑了，是它们返回安全的鸡舍的时候了。迭戈的家族农场周围有很多捕食者，鸡在夜间四处闲逛或在任何地方睡觉都是不安全的。祖父因此建造了一个特殊的鸡舍，防御捕食者，让他们都可以安全地休息。但让一群鸡回到他们的鸡舍，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。如果你一个一个地捉住它们，那将是令人筋疲力尽且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。他父亲试图呼唤鸡，他们完全无视他。祖父呼唤，然后其中一两只他最喜欢的母鸡会过来陪他，但要把其他的都召集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。然后轮到迭戈了，他呼唤鸡，突然他们都朝着他跑过来，几秒钟内他就让他们都安全地回到了他们的栏内。这真的很了不起。随着他逐渐长大，他的家人允许他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他的祖母教他如何协助奶牛和一些马进行分娩，他们甚至允许他训练一些年纪较大的马，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。当然，仅仅因为他和动物有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，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在其他方面帮忙。他们的土地很大，他们必须检查许多围栏并对土地进行改建。他的祖父教他如何追踪进入他们土地的动物。那里有一些捕食者，如果不加以追踪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。这个家庭不会伤害这些动物，相反，他们会设置陷阱捕捉它们，然后把它们带到他们农场后面的山上。动物可以自由而安全地生活，但不会迅速回来伤害农场上的家养动物。迭戈经历过许多美好的时刻，但有一次经历会让他终身难忘。迭戈的祖父母一直在照顾一头即将分娩的奶牛，但当他病得很重时，他变得非常不安，开始分娩，然后一切都停止了。迭戈的祖母试图帮助这头奶牛，但没有用，他在生下小牛后不久就去世了。这是个悲伤的事件，这些牛是为了供给家人和几个邻居的牛奶而饲养的，其余的牛被卖给想要扩大牲畜的人，因此它们更像是宠物，而不是其他什么。它们成了家庭的一部分。
现在他们有一个小孤儿要照顾，这只小牛也病得很重，而且它没有其他失去幼崽的母牛来照顾它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他们要让它康复，就得由他们来负责。迭戈承担了大部分照顾这只小牛的责任，他给它取名为胡椒。他每隔几个小时就给它喂食，给它药物，并躺在它旁边。迭戈把它当作小宝贝，并为它做了一切。当迭戈上学的时候，他的祖母会照顾他，但当他在家的时候，他坚持自己做所有的事情。慢慢的，这只生病的小动物开始对他所受到的关爱和爱意做出回应。它变得更强壮了，开始像大多数小牛一样奔跑和玩耍。白天，它们开始允许它和其他牛在一起，最终它完全留在了它们身边。但每天下午迭戈放学回家时，它都会回到家等着它的问候。几年过去了，它现在是一头健壮而健康的成年奶牛，但它仍然对家庭非常依恋，就像迭戈对它一样。他的父亲和祖父母承诺永远不卖掉胡椒，所以至少他知道它将永远成为他们家庭的一部分。有一天，一个下午，当迭戈回家时，奶牛们在他们最远的牧场上。由于这个牧场被围起来，以确保动物的安全，他知道胡椒无法跑到家门口来打招呼，所以在吃过午饭并脱掉学校的衣服后，他走到了牧场。他期望胡椒会跑到栅栏边，兴奋地迎接他，但他却不见了。他进去找他，但他就这样消失了。当他在牧场四处走动时，他意识到篱笆上有个洞。他是不是跑出去了？为什么他不在家里？他走到外面，研究了篱笆外的踪迹，看到了一头孤独的牛的踪迹。但他正在离开牧场，而不是朝着家的方向走。这可能会把他带到他们农场上仍然非常荒野的地方，直接面对捕食者的路径。他们可能会认为一头没有保护的奶牛会是一顿美味的小吃，他们需要迅速行动来拯救胡椒。迭戈给他的父亲打电话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，而他的父亲回到家里，告诉爷爷奶奶他们要去哪里。迭戈开始追踪胡椒，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离开，而且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他可能来不及救他。与此同时，胡椒已经远离了群体，他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。他的本能引导他走到了一个更陡的地方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本能全都错了。由于森林变得更加密集，走起来变得更加困难。等他最终来到一个空地时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。他突然闻到一种奇怪的气味，有什么东西在灌木丛中。色渐暗，他感到害怕。突然，一群狼从灌木丛中冲出来，他们包围着可怜的奶牛，准备发动攻击。他或许能够对抗一只狼，但他无法抵挡整个群体。情况看起来很糟糕，但突然间，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出现了。群体中的一只母狼似乎改变了心意，它站在群体的前面保护着小牛。每当其中一只狼试图进攻时，它会对它们咆哮并将它们推开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但也是出乎意料且危险的。如果这群狼决定反目成仇，这只狼就无法生存。它正在为一头奶牛冒着生命危险。这时迭戈找到了他们，他被眼前的画面震惊了。有胡椒被狼包围，一只母狼站在他面前保护着小牛。狼们对着男孩咆哮，但当他的父亲和祖父跟在他身后时，他们开始逃跑。母狼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，然后他保护它的原因变得清晰起来。原来胡椒在生产。迭戈和家人甚至不知道她怀孕了。这只母狼保护了2条生命，她的同理心拯救了奶牛和她的孩子。奶牛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小牛，
迭戈的父亲把小牛抱回家，让它和胡椒都能休息。这一切都归功于一只来自不同物种的母亲的关心。